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5月15日。香港咧再次成為國際新聞嘅焦點啦。全世界嘅報章啊廣泛報導，英國嘅報章咧頭版報導添啊，話香港啊、中國香港啊有3間諜喺英國被捕啊。而家咧上晒法庭咧，我哋知多咗案情啦。第一咧就係香港經貿辦事處直接匯款俾2間公司，一個叫 D5 Security Limited， 係由一個咧以英港人啊做過軍方嘅人員，亦都咧喺希斯路機場擔任過警察嘅人咧係匯款俾佢。另外一個咧就係英國亦都做過軍方嘅人，亦都咧係做移民局嘅官員嘅喎。咁啊匯款俾你哋做乜嘢咧？就係監視、跟蹤、收集情報，關於一啲移英港人同埋流亡分子。嗱，香港咧通緝咗幾個流亡分子噶嘛，咁啊以及咧仲有一啲中國嘅敏感人士、意見人士都係跟蹤佢哋嘅。咁啊嗱，你跟蹤佢哋，英國政府好難拉到佢嘅，因為跟蹤咧或者收集情報咧係咪犯法咧？呢樣嘢好有爭議性。咁即使係俾軍情5處係點名嘅李貞駒話佢喺英國咧做統戰，咁統戰都唔係犯法噶嘛，但係佢統戰係危害到英國國家安全嘅喎。咁但係統戰譬如話係叫嗰啲議員去中國度參觀啊，有一啲嘅合作項目啊、教育嘅交流，咁呢啲你好難直接咧去起訴到佢嘅。咁所以李貞駒仍然喺英國咧係高調活動嘅喎。但係今次就涉及咧非法闖入一個叫 Monica 嘅女子屋企，咁你非法闖入人哋屋企咧，可能係會危害到人哋嘅性命嘅喎。咁所以咧，英國警方咧就收網啦，就拘捕咗佢哋。嗱，但係拘捕咗，馬上可以保釋嘅喎。咁馬上可以保釋，咁啊而家3個人都係疑犯嚟嘅啫，都冇足夠一定係話咬死佢哋，話佢哋係危害國家安全嘅，係間諜嚟嘅，咁要審噶嘛，法治程序嚟噶嘛，要開誠佈公噶嘛，有晒呢個起訴書，我哋知晒內情，咁呢啲先叫法治咁我琴日考證咗啦，喺英國嘅國安法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通過咗之後咧，所起訴嘅人啊，基本上係判2至4年嘅啫。咁得一宗咧判13年，就係涉及到炸彈襲擊。咁炸彈襲擊咁嚴重，佢炸啲下議院議員喎，咁梗係判得重啦，判13年，仲要30年嘅 probation 啊，放監出嚟之後，而家仲有一單審緊嘅，就係俄國嘅間諜人員啦，就喺烏克蘭縱火，佢哋5個都係英國籍嘅，咁被捕咗，咁呢單仲審緊，我哋唔知啊，咁仲有一單咧係審緊，亦都涉及中國嘅，就有2個英國嘅人員由於係從政嘅，係做一啲政治嘅工作嘅，咁佢哋係提供咗啲情報俾中方，咁由於而家仲審緊，咁所以咧就不便評論啦。咁呢個係涉及到中方嘅，咁所以中國間諜勢力喺海外咧，似乎咧就好受到關注啦。公平地講，全世界都有間諜嘅。英國有軍情5處、軍情6處，美國有 CIA。我而家因為寫緊香港史啊嘛，所以我就睇好多英國解密檔案啦。喂，英國嗰啲間諜咧喺50、60年代咧點樣喺香港做間諜工作嘅？係做剪報工作嘅喎。剪報工作係咩意思啊？即係剪啲報章啊，剪大公報、文匯報。最了不起咧就係揾到人民日報，因為人民日報咧係只能夠即係轉運落嚟嘅啫，喺大陸啊，就揾好多資料出嚟。仲有咧就喺圖書館揾，就係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啊嘅前身以及咧呢個新亞書院嘅圖書館啊，就係揾啲資料。CIA 咧有一本書叫 CIA 的罰與罪，就係講咧 CIA 咧喺呢個嘅伊斯蘭革命啊，即係推翻巴列維王朝前夕啊，佢哋嘅所有情報人員咧係唔知道革命。伊朗咧係講英文嘅喎，佢要求翻啲阿拉伯人咧講英文交代情報，咁梗係溝通唔到啦嘛，所以佢哋唔知道革命係會發生嘅。甚至乎咧喺呢個嘅老布殊啊、喬治布殊啊收到嘅呢個中情局報告啦，話蘇聯係如日中天好厲害，如何危害到美國國家安全。結果幾個月之後咧，蘇聯倒台。布殊大怒咯，本書裏邊有記載到呢啲細節，都好有趣嘅。無論如何咧，就係英國嘅情報人員或者英國嘅間諜個資料，我哋而家公開咗好多。當然啦，佢有冇啲 top secret 未公開，我哋唔知。而英國拉嘅間諜咧，亦都公開咗法庭嘅啲判書，我哋都知嘅。但係中國拉人咧，就好少話會公開嘅喎，佢拉自己人公開。拉外人咧，嗰啲資料咧又好難講嘅真係我哋最近咧有一間新聞咧就係 ABC 呢個澳洲電視台 ABC 就揾到一個中國嘅情報人員咧流亡咗出嚟，就係解釋到底點解中國嘅國安
係如何喺海外度拘捕人哋啊？呢個好犀利啊！呢個 ABC 咧係點樣咧？佢就話：喂，呢個叫 Eric 嘅人，佢就係做咗15年嘅中國嘅情報人員啦。咁呢15年嘅情報人員係做咩咧？喺海外咧係游說啲人翻去中國度受審。哇！你游說係點會受到審啊？佢話唔係喎，佢游說嘅技巧好高明嘅嚇。咁就由於游說兩種人。A 就係一啲嘅所謂嘅經濟罪犯或者貪官家屬，咁啊攞咗錢咧，經濟罪犯、貪官家屬攞到錢嘅時候咧，佢哋係追蹤到佢係匿埋咗邊，譬如匿埋喺美國，匿埋咗喺呢個澳洲，咁咧唔單止係追蹤到佢嘛，追蹤到佢哋嘅仔女、佢哋嘅老婆、工作地址，然後就勸佢啦，嗱，我而家知晒你嘅資料啦，你翻去啦，你唔翻去嘅話咧，可能會有後果㗎。嗱，第一佢哋會考慮到佢嘅老婆仔女可能咧已經俾人控制。因為已經知道去邊度翻學噶嘛，你話即刻轉移地點，咁人哋都可能揾到你嘅喎。第二就係國內嘅屋企人，咁啊好多咧，最後咧有超過萬幾宗啊，係被勸說翻去自首嘅。咁呢個係 A，就係呢啲嘅所謂嘅經濟罪犯。B 就係啲嘅異見人士啊，異見人士咧就喺中國咧有啲維權律師啊、維權分子啊，就流亡咗出邊，或者喺外國咧。批評中國國內政治 YouTuber， 譬如話呢個 YouTuber 就叫做呢個叫做尹科，喂佢得5萬幾 subscribe 嘅啫喎，咁啊30幾歲嘅人啊，成日批評中國共產黨咩謊言啊，踢爆佢哋啊，咩胡錦濤病危啊，就講好多呢啲咁嘅資料嘅，結果咧又係話俾佢嘗試咧誘捕佢喎，點樣誘捕啊？就叫佢哋咧去東南亞面試。就話咧東南亞啲機會，佢辦一啲嘅藝術嘅機構啊、經濟嘅機構啊，話咧要同佢哋咧有啲合作喎，去東南亞。你澳洲就難綁佢啊嘛，喺法國巴黎係咪綁啊綁到嘅，但係代價好大咯。咁但係你喺泰國、喺緬甸啊、喺馬拉啊呢啲地方咧就相對輕鬆啲喎，咁所以咧呢一啲Eric 咧出咗嚟之後，中方梗係堅決反對。強烈譴責，無中生有，捏造事實啦！就好似今次英國咧拉咗呢3個涉及香港嘅情報人員咧，佢哋一樣一如既往係嘛，堅決否認噶嘛！呢個都係底線思維嚟噶，責任不在我方，係美西方為首嘅西方陣營咧故意抹黑啊！咁唔緊要，我都話呢個係制度優勢，因為佢可以唔認啊嘛，而且佢拉嗰啲人咧，佢唔需要同你交代喎。我查咗兩單大嘅。呢個咧就係關於一個日本嘅教授，呢個日本教授咧話日本間諜嚟嘅喎，呢個日本教授係做咩嘅咧？因為咧佢係一個法學嘅教授嚟嘅，就姓袁，叫袁克勤，喺日本北海道咧就教書，就教咗好多年㗎啦。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學教書嘅，咁咧就係2019年咧喺中國咧奔喪期間咧就失聯啊！奔喪就失聯，點解咧？因為2017年開始咧，佢喺中國大學度演講，就經常咧就説好日本故事喎，就話咧日本侵華嘅歷史咧好多係被篡改過，咁我哋都知應該好多被篡改過嘅，譬如話呢個嘅8年抗戰裏邊啦，即係敵後游擊，就後來而家修改成為中流砥柱，咁我哋都知啊，咁佢咧到底講咗啲乜嘢我哋唔知，咁啊而家大陸嘅文章一片係罵佢，話佢係美化日本侵華暴行。事實係咪咁？我哋唔肯定，因為咧冇官方嘅資料披露，法庭嘅審判書、法庭嘅起訴書冇公開嘅資料披露，所有嘅自媒體都係有好多天花龍鳳嘅講法，我哋唔肯定。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喺2017-18年期間咧，佢翻到去自己嘅母校度講書咧，因為講完啲所謂不當言論啊，引起咧佢哋以前嘅舊相識咧不滿喎。其中一位係佢老師嚟嘅，佢喺大陸時期嘅老師，就私底下錄音偷錄咗佢哋嘅對話，就發覺咧呢個人咧言論不當啊，最終咧向當局舉報。咁後來2019年佢翻去奔喪咧就拘捕咗佢啦。咁但係問題佢係間諜嚟嘅喎，而家就話拉佢坐6年監。嗱，2019年就已經拉咗失聯㗎啦，去到而家已經5年啦。而家話今年話判6年監，到底係計唔計埋過去嗰5年失聯咧？還是今日開始計咧？佢個仔咧就喺日本大聲疾呼，就話呢個係冤獄嚟嘅，因為佢唔係好似英國咁啊嘛。喂，如果日本情報部門係工作嘅佢係法學教授，佢可以提供啲咩資料俾日本情報人員咧？咁啊都係中國公開嘅資料嚟嘅啫，其實係佢可以接咗啲咩機密嘅資料咧？咁呢啲係咪要交代啊？嗰啲錢係點嚟啊？日本嘅情報機構如何俾錢佢啊？係咪北海道教育大學嗰份糧就計數啊？咁呢啲都要公開噶嘛？所以佢家屬話冤獄，咁
因為佢哋冇任何掌握資料嘛，日本嘅官方都掌握唔到啊嘛，日本嘅媒體都掌握唔到啊嘛，所以冇人知嘅情況底下，呢個咪制度優勢咯。佢唔需要話俾你知，拉你坐幾年先，係嘛？好似香港嗰啲國安人員咁啊，而家咧就上緊法庭審緊嘅，咁但係話佢勾結嗰啲外國人嗰啲外國人話，而家我願意嚟作證啊，上庭啊，你傳召我啦，佢都唔傳召喎。話黎智英同好多外國人有聯繫，嗰17個外國人咧就聯名聯署話我哋願意上香港法庭作證，都冇傳召到佢喎。咁嗰啲線索係點咧？係咪？咁我收錢咧？黎智英點樣收錢咧？係咪要有線索啊？同嗰啲外國人員係如何勾結咧？係咪要有線索啊？咁英國嘅警方、英國嘅法庭咧係會跟住所有線索公佈俾大家嘅，我哋全部係得悉嘅。咁但係中方咧就有一個制度優勢，佢唔需要交代，我就拉就坐坐完都唔話俾你知。公民記者張展BBC 報道咧話佢坐咗4年監之後失聯啦，冇人揾到佢。咁呢個咪制度優勢咯，唔需要同你任何人交代嘅喎，係嘛？點解唔交代？國家機密唔需要交代。呢個袁克勤係第一個，咁可能佢真係漢奸嚟嘅，我都好想知。咁你不如公佈下佢點樣漢奸法啦，係咪？咁第二個人係邊個咧？第二個人咧呢個咧同佢亦都有關係嘅喎，係新京報嘅間諜嚟嘅。話呢個新京報咧唔係新京報，光明日報啊 ，sorry， 光明日報咧就係僅次於咧環球時報喎，僅次於人民日報喎。如果你喺大陸咧做教授升職咧，你喺海外發表論文當然係有着數啦。但係咧，你不如咧喺光明日報寫幾篇嗰啲散文咧，都可以當升等嘅，就當佢係央視級數嘅、人民日報級數嘅。喺一個報章你發表一啲即係散文咧，都當論文計㗎啦。呢個大陸係咁計嘅嚇。咁佢咧就有一個人員咧就俾人拉咗，呢個叫董旭玉啊，好難讀啊個名，哈佛大學嘅一個研究員嚟嘅，亦都係做呢個日本嘅研究嘅專係做日本研究嘅。除咗哈佛大學之外咧，亦都去過日本嗰啲大學做教授，喺呢個嘅慶應大學做訪問學者，北海道大學又係北海道，但係同頭先嗰個袁克勤唔同，袁克勤係北海道教育大學。咁佢點咧？佢因為做日本研究，然後咧佢就同一個日本嘅外交官，但係呢個外交官咧從事身份不相符嘅活動喎，就食飯喎，因為佢同個外交官食飯就被捕。咁但係罪名係點樣咧？佢如何勾結呢個日本嘅外交官呢？如何提供情報俾日本呢？係因為佢喺《光明日報》度寫社論，係咪唱好日本故事，所以被捕呢？冇人知，又係唔需要同你交代咯。似乎就係因為咁啦，因為佢喺《光明日報》裏邊咧寫一啲不當言論，係咪就係咩？如果解放軍算是共產黨，那人民也可以另組軍隊。咁呢啲就係引起啲人嘅言論喎，有間諜味道喎。咁所以啲人就話：喂，咁你話拉間諜，佢有線㗎，係咪？好似今次喺香港做前警司嗰個人俾人拉咗，喂，佢嘅手機裏邊係揾到晒所有線嘅喎。咁當然啦，而家手機扣咗咧，就可以查下佢啦喎，查下佢到底係咪有上級直接指示㗎啦。坦白從寬啊！不過咧，正如我琴日所考證啊，英國咧 National Security Act 通過咗之後咧，都係判2年4年嘅啫，所以佢唔需要點坦白從寬獲得減刑噶，唔涉及暴力3幾年嘅啫，涉及暴力先10幾年噶，炸彈襲擊先13年啊，縱火嗰啲可能係判得耐，咁但係一般係2至4年，所以佢未必需要坦白從寬嘅，否則嘅話咧，佢應該交代係咪有上司指使。係咪有曾經嘅同袍指使你？有冇 WhatsApp 對話記錄？有冇啲一齊喺外國留學讀過碩士學位嘅人咧？喺 WhatsApp 度咧係問過你而家嘅進度係點樣？如果有，你坦白公開出嚟，英國嘅法庭咧係會俾一個優待佢嘅，我相信會俾一個公正嘅判決佢嘅咁希望佢坦白從寬啦。咁但係似乎佢又未必會嘅咁呢個就係中國嘅間諜情況啦，就係全世界都留意到嘅。就係佢有個優勢，就係因為佢可以唔承認自己有間諜。第一，第二佢拉咗你話你係間諜，佢唔需要話俾你知佢個證據係乜嘢。判咗坐完監，佢唔需要話俾你知之後你嘅人生自由係點樣，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呢個就係佢制度優勢啦。喂，除咗中國係間諜
即係呢個嘅重鎮之外咧，中國間諜重鎮自古有之啦。我話查一查資料啦，中國而家歷史上最有名嘅間諜係邊個咧？第一個最有名間諜叫梅喜喎。當然呢個係歷史傳說嚟嘅，就係東周時期寫翻去夏商嘅歷史。但係我講過，到底有冇夏朝都未知噶嘛。就算有夏朝，夏商嘅歷史距離東周都成千幾年、2000年啦。咁啊個情況係點咧？千幾2000年後，即係我哋喺今天嘅人即係寫翻漢朝嘅歷史係咪準確咧？呢樣嘢都不得而知嘅。就話梅喜咧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名嘅間諜。梅喜就係呢個商朝嘅人啦，商朝嘅開國功臣啊，呢個伊尹啊，就派去揾夏桀嘅喎，就識有夏桀，就搞到佢咧忙於呢個女色，沉迷女色而忽略國政，搞到國亡啊！咁所以呢個好厲害係嘛？中國咧自古以嚟就有間諜㗎啦，所謂西施啊嗰啲都係間諜嚟㗎，勾踐派去嘅嚇。咁凡呢個即係古代都好多呢啲間諜嘅。咁另外一個而家間諜好犀利嘅地方喺邊度咧？係以色列喎。以色列咧就派好多間諜去邊啊？就去馬來西亞，真係犀利啊！點解咧？因為咧馬來西亞有好多間諜活動喎。當年咧段氏香啊，段氏香大家記得係邊個啦？就係越南嘅即係嘅女子啊嘛，就話網紅嚟嘅，又話做間諜，做間諜咧就係幫朝鮮做間諜啊，就係毒殺咗呢個金正男啊嘛。咁呢個事件大家都記憶猶新啦。咁啊，馬來西亞點解咁多間諜嘅咧？即係第一，佢係同朝鮮有建交關係嘅，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佢同哈馬斯嘅關係亦都非常之好噶嘛。非常之多哈馬斯嘅人員咧喺呢個嘅馬來西亞活動喎，有幾個例子嘅。嗱，而家咧佢就拉咗呢個人，呢個人咧係以色列嘅間諜嚟嘅。以色列嘅間諜咧就身上有200發子彈，有槍械。咁而且咧係攞住呢個法國嘅假護照入境，因為咧以色列同埋馬來西亞冇建交嘅，你攞唔到以色列嘅護照入境嘅。咁所以佢攞咗法國嘅假護照入境，咁似乎就意圖喺馬來西亞做一啲大茶飯喎。咁以前係有例子嘅，我查一查啦。以前嘅例子係點樣咧？喺呢個嘅2018年咧，哈馬斯組織成員法迪啊，就喺寓所對出清晨6點嘅時候遭2個槍手槍擊。佢咧呢個法迪咧，佢係哈馬斯嘅一個成員啦，亦都係一個宗教祭司，即係伊斯蘭領袖，同時間係大馬做大學講師喎。咁就被槍殺。咁哈馬斯就話咧係呢個嘅摩薩德啊，摩薩德咧就係以色列嘅情報部門，即係類似 CIA KGB 類似MI6 呢啲咁嘅機構嚟嘅。咁就喺嗰度行動啦。另外一單咧，亦都係咁樣嘅喎。另外一單2022年咧9月有11個大馬當地人就受僱於一個女子，然後咧就綁架一個巴勒斯坦男子喎，破解佢手機喎。咁所以大馬今天咧其實就好似當年香港咁啊，冷戰時期香港就係各式嘅特務都喺度活動嘅。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大馬咧就係伊斯蘭世界啦，所以好多伊斯蘭嘅一啲喺國際上被通緝或者係被敵視嘅人咧喺大馬都活動喎。所以以色列亦都或者西方陣營亦都要派人去對付佢啊。咁喺馬來西亞點解偏偏喺馬來西亞？因為第一啲人喺嗰度，第二就係馬來西亞警方嘅能力咧，似乎咧就唔係話咁高啦。起碼冇英國冇美國冇德國最近咧就破獲咗好多呢個嘅情報部門，就冇佢哋咁厲害。咁當然佢都拉到最近呢個以色列間諜嘅，都唔係完全無能嘅。咁最緊要就係大馬咧，就係又同朝鮮有建交，又同巴勒斯坦有建交嘛。咁所以呢個就係好似香港個角色啦。當年50、60年代就係遊走於世界唔同陣營之間啦，係咪啊？所以當年香港有好多間諜㗎，台灣又派咗間諜嚟香港，就係14K 同新義安喺50、60年代搞暴動然後呢個嘅共產黨又有間諜啦，啲學友社或者嗰啲所謂嘅工聯會呢啲所謂嘅間諜組織，大公民匯報咁有好多嘅新華社等等等等。然後英國自然有間諜啦，美國有 CIA 喺香港啦，所以以前香港咧咁繁華就咁有好多間諜喺度。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咧間諜咧僅有一個喺左緊啫嘛。大陸嘅資料係咁講嘅，大陸咧個國安教育咧都話喂，即係僅有一個喺左緊反間諜法咧，而家實施10週年啦。呢個資料係2022年嘅，咁即係計起而家上10週年，間諜就可能喺我哋身邊，可能係你熟悉嘅人，可能係你嘅KOL
係你嘅網絡媒體嘅人，係你大學嘅老師，任何人都可以係你嘅間諜啊！真係犀利啊，真係唔係講笑，都所言非虛喎。所以咧，今次3個同香港有關係嘅人俾人拉咧，啲香港記者訪問佢嘅鄰居就話難以想像啊！就係睇唔出嗰人先係間諜嚟噶嘛。所以咧，我不嬲咁講嘅。Don't trust anyone， 唔好去信，尤其是打住嗰啲行公義、好憐憫嗰啲，唔好去信或者嗰啲成日話幫你嗰啲咧，唔好去信。人咧係自私嘅，亦都要保護自己所以我就話知識有價，即係我係一個以前做補習老師噶嘛，我都話孔子都收納肉啦嘛，咁所以我就唔會代你行公義嘅，代你行公義嘅就好危險嘅。第一，可能佢掌握咗你資料；第二就係可能佢呃你，所以千祈唔好揾一啲代你行公義嘅。去做事，否則就有危險嘅。Anyway 咧，今日就講到呢度。下個禮拜咧，中國近代史課咧有新嘅課堂，就係講軍閥混戰。咁VIP 會員咧可以重溫翻以前嘅所有課堂啦，包括呢個中國經濟史、中國史學名著同埋中國近代史嘅課堂、史記嘅課堂。咁所有會員都可以上課嘅。咁未 join 嘅可以考慮下積極 join 下啦。咁知識有價。咁join 咗嘅可以考慮下 upgrade，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多謝大家，拜拜。